大家好，给大家分享一个热搜话题：合资车衰落的责任是中方大还是外方大？我们来看看网友的评论。雪崩的时候，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。我举几个实际发生过的例子。决策链冗长，大概是2022年，某头部合资车开始研究在混动领域布局产品，以应对比亚迪的增程。产品决策要在公司内部上N 轮会议，然后拿到股东会、董事会层面一轮又一轮的商讨决策，时间去了好几个月，最后结论就是外资爸爸的技术方案与比亚迪同样性能的情况下，成本控制不下来，然后又研究了要不要合资公司自研的讨论，再后来换岗位就不知道后续了。结论就是折腾一大半年一直在研讨方案，受制于股东双方意志。第一个例子，大概2年前，纯电市场竞争还没有这么激烈，某头部合资纯电品牌在年中实现纯电月销过万的历史性突破。就在当月的集团营销会议上，中方股东传递过来的信息是纯电减产少卖，要不然就亏的就太多了。第二个例子，因为外资股东的纯电平台成本降不下来，于是就在研究是不是可以使用中方股东的纯电平台 A 级别轿车。然后在股东双方的研讨会上，中方股东提出了 N 多个要求，对标当年外方技术输入时的状态，最后不欢而散。总结下来就是在外方股东原有那一套玩不转的情况下，股东双方貌似没有表现出很关心利润奶牛死活的状态，反而都在索取当年的利润收益。由于时间逐渐到2024年以后，利润奶牛流出来可能就是血了。奶牛没有奶了以后，中方新掌门人最近说要学会跪着做人，认清现实，实际上好像有点滞后。合资车为什么出现衰弱呢？从大的角度来说，就是市场结构发生了变化。2024年7月，新能源汽车的零售市场渗透率正式突破了50%，意味从这个时间节点以后，纯油车开始向小众发展。而在从燃油车向新能源汽车的市场转变过程中，合资车这边开始掉队了。以我经历来看，合资车掉队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：定位问题，合资车对于背后的股东来说是什么？利润奶牛啊！尤其中方企业羸弱的自主品牌要靠输血来维持研发投入，所以合资车企的第一要务就是盈利。至于企业本身来说，根本没有自己的战略，反而要承接股东双方的战略意志。产品问题错误估计了市场形势，尤其是混动含增程产品布局缺陷，导致了油车基本盘开始失守。此外，在纯电领域，由于智能化程度的落后，导致合资纯电产品上市普及扑街成了一种现象。这里做的最好的一遇还是投入最早，转型最坚决大众 ID 系列。成本问题，以前的汽车市场合资品牌是有溢价，因此在成本控制这块本身就没有自主品牌有经验。此外，有很多技术是海外导入，海外成本相对较于国内又差一大截，成本问题在价格上尤为激烈的2024年显得更为刺眼。